如意，鼠年大吉。燕遛狗呢？别提了，这不知谁没收狗屎踩了一脚，恶心死了。不收狗屎，如果被投诉，可是要被罚款的。再说了，这也是公民的基本素养啊！记得关爱环境，照顾他人，遛狗一定要当个好的铲屎官。新中传媒，新西兰唯一涵盖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及新媒体的中文全媒体传播集团，以专业态度缔造传媒行业影响力，以全媒体思维整合纸媒、电台、杂志、新媒体等传播平台，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唯有新中传媒。早上的7点30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 Panda TV 37 FM 90.6以及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正在为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侯磊。那么又到了新的一天啊，我们呢《朝闻天下》准时与您相约，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世界上过去24小时发生的很多大事。那么现在呢，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跟我们一样，都在等待着世界卫生组织的宣布。对。话说是应该在7点半，就是新西兰时间的7点半，就是现在。那估计呢，我在8点钟之前，我们就能够看到消息了。经过一天的讨论之后，世界卫生组织会给出答案，到底要不要把这一次中国的冠状肺炎的病毒上升到国际的紧急事件、紧急卫生事件。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节目当中任何时间，我这边的那个 notification 一直开着，如果要是出来的话，会肯定有那个breaking news 出来，我看到了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做宣布。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跟大家来关注疫情相关的一些最新的动向，包括了其实昨天呢，新西兰的卫生部也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新中传媒的记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一会儿呢，我们会去直击一下，在昨天下午究竟有哪一些新的讯息透露了出来。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啊，7点半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那如果在看电视的朋友就可以看到呢，今天的路况相比于昨天稍微好了一点点。所谓好呢，不是说不堵，就是说起码看起来这个路线啊是断断续续的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而且呢，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今天早上啊，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不怎么堵。我发现还挺奇怪，每个周五好像这个交通都会相对，就是我走的这一路啊，相对都会好。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很多公司周五不上班呢？这个事情我们已经纳闷了很久了。然后后来说呢，是不是大家串休，就是有很多人是周五放假，然后周六周日休息，或者周五可以，反正是周五的确是相对来说路况好一点。而且今天早上更怪的是，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不堵，只有在 Mount Wellington 这附近有一点点黄色车多，可是市中心往南走特别堵。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想不出来任何原因啊，但是它也是没有任何交通事故发生。现在就在 Ellerslie 有一段红色交通拥堵， Mount Wellington 过了之后，一路到 East Market 全线红色交通拥堵。这难道不是昨天晚上的路况吗？为什么会就很有趣。不过无论如何了啊，大家如果要是走过的朋友，可以稍微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相对来说还可以。我们再来看16号啊，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呢，今天在前半段 Lincoln Road 这附近出现了红色交通拥堵。接着呢是恢复了黄色车多，但是从 Rosebank 开始又出现了比较拥堵的状况。最拥堵的路段集中在 Great North Road 到 St. Luke's， 现在是红黑相间的非常拥堵的状况。过了 St. Luke's 之后，再往市中心是黄红相间的，一会儿堵一会儿黄色车多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
北岸1号高速网市中心呢，的确是比往常会好一些些，起码不见黑。极个别的出现一点点黑色，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现在看到呢，是从 Constellation Drive 开始出现了红色交通拥堵，一路呢是堵过了 Eastman Road， 然后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wa 也是黄色车多，过了 Oniwa 之后就恢复畅通了。可是，在 Oniwa Road 上是有一长段的黑色大塞车，所以呢，如果要是能绕行的朋友。不过我也住过那边，没地方绕，那个地方就是你知道的能绕行的路已经都堵了，对，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是就有点耐心吧。不过过了 Oniwa Road 之后，基本上就恢复畅通了。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就赶快跟大家来说一说新西兰新闻的来说一说新闻的部分。那我们还是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早上的新闻早知道。首先我们要了解到的也是关于这个脱欧的消息啊，3年了，欧洲议会终于通过了脱欧的协议，议员非常开心，含泪合唱友谊地久天长。哎呦，这个疫情搞得都差点把这件事情给忘了，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啊。那么昨天呢也是真的，我看到有人是含泪，但这个含泪究竟是觉得总算这件事情还是悲，对吧？总算这个事情结束了，还是说呢？我们也知道，在英国驻欧盟的很多的官员现在也失业了，对，所以是不是谁知道呢？对不对？反正就是喜极而泣，或者是悲从中来，总之就是含泪唱了友谊地久天长。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更新啊，关于这个英国脱欧的事情。那么在新西兰方面，当然我们还是就像刚才说的，直击新西兰卫生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我们的这个记者朋友们也会带来一些最新的消息，告诉大家呢关于疫情。卫生部长以及呢相关的很多的官员，还包括了我们霍议员，究竟说了些什么？同样呢，我们还会了解到的是关于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的，新西兰现在驻中国湖北。这些新西兰公民新西兰人怎么回到新西兰？是要去到澳大利亚，还是要直接回到新西兰？这个消息呢，昨天我们了解到的是又改主意了。这个外交部长透露，正在和纽航协商，将把新西兰人直接从武汉撤离到我们奥克兰。但是这个问题啊，真的是撤离之路漫漫，什么其修远兮啊，一波三折，太波折了。而且今天早上我又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说，韩国不是也要撤侨嘛？对。结果呢，当然这些都是需要中国的，比如说航空管理局啊等等，你要去批准，各个方面要安排好才能去。结果它延期了，所以新西兰这边呢还不知道派什么飞机去呢。就算你决定了，你再等到中国那边去审批，对，疫情是不是都过了也不好说。是。所以这个消息啊，我们也会持续去跟进。那么还有呢，真的是，怎么说就是。一波未平3波又起啊，这个4、5波可能都起了。现在就看到奥克兰和南岛多处呢是突发了林火，而且呢，根据天气预报呢是说这个周末绝大部分地方又干燥又炎热，所以说呢也是火灾的高发期。一会儿我们也会来关注新西兰的火情。同时呢，我们还会了解到的是关于这个黄冈卫健委主任被免职中央督察组核查时一问3不知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通过热搜都已经看到了这条新闻。好了，那我们一会儿一一跟大家来说。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从国际新闻开始跟大家来说起，快速的来更新关于脱欧这件事情啊。时隔3年。总算是看到了，这也算是结果了吧？对，昨天呢，就是欧洲议会在当地时间呢进行了投票，最后以621票赞成、49票反对、13票弃权的结果呢，是通过了英国与其他27个欧盟成员国2019年10月份达成的这一份协议。这也就意味着呢，脱欧的最后一步正式完成了。对，那么到了英国的31号，也就正式的敲一下钟，或者是敲不成钟。对，总之呢，就是脱欧就算顺利的结束了。对，我们刚才也说过啊，说这个73名即将离开欧洲议会的英国议员呢，在投票后前往参加了一场送别聚会。那么这些议员们在这个会场内唱起了歌曲《友谊地久天长》，以此呢表达对英国离开欧盟的惋惜，并且也祝福英国和欧盟之间开始新的友好关系。他们就有一种说呢，就好像说是亲人
即将要远行，但是呢还要表达你永远都是我的家人，你永远都是我的兄弟的那个感觉。对，所以说呢，就是看着还挺有趣的。然后大家就在说拖的那个时候呀，那真的是翻脸不认人呀，大家撑着吵着，说什么也要走啊。然后呢，真的要走成了，大家又开始说，哎呀，其实我也很爱你，你也很爱我，大家永远都是家人。就是这一幕啊，还挺有趣的。不过我们也算是见证过历史了。英国呢，从加入欧盟到脱离欧盟，这样的一部剧呢，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了。可是呢，说到这个脱欧，虽然说正式脱了，但是这个过程其实还很漫长，中间呢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所谓的过渡期。对，其实主要还是给那些企业跟欧盟有很多联系的，毕竟以前算是一个整体。那现在呢，分开之后会有很多的规定的改变，对，然后呢，有很多生意上啊，或者是贸易上面的规定的不同新的变化，对，所以这个过渡期其实还很长，是，只是就名义上呢是正式的开始脱了。那脱完欧之后呢，其实英国也就会开始着手跟各个国家去进行这种双边的自由贸易的谈判。那我们今天早上得到的最新的消息也是说呢，说这个新西兰是被列在了跟英国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之前就会很快很容易达成，并且也是会快速谈判的国家之一。毕竟我们这边跟英国的关系大家也明白的，然后呢再加上可能相对来说那种比较极端的贸易呀，或者是说不叫极端啊，就是比较敏感的或者双方争议比较大的这些贸易呢又不多少，对，所以说谈起来就比较容易。是。据说啊，他们现在其实在脱欧之前，双方已经谈了好几轮了，所以现在呢就等待着什么时候正式就说，哎，我们可以正式开启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了。那个时候估计啊谈也会很顺利。一段时间我估计我们会是前几个就跟英国达成自贸协定的国家。那么还有呢，就是提到说现在新西兰这边其实对于英国的贸易也是非常关注的。虽然啊英国跟我们的关系如此，这个市场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对于我们新西兰其实非常重要。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数据是说呢，在所有新西兰这边的就是出口排前几名的国家当中，不是欧盟，是英国单拿出来是排在所有出口国当中的第6位，所以对新西兰来说也是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对，所以啊，我们就等待着看看这个欧洲议会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谈判进行下去之后，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下一步的成果出来。那么说到了欧洲的这个脱欧呢，其实现在也是，那英国除了说要跟各个国家去谈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也在广泛的吸纳人才，来应对说以后英国就要自己来面对全世界了嘛。对，我们看到新闻当中就说，英国的这个脱欧箭在弦上，那新的移民政策其实呢对很多的留学生，包括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是十分有利的。我们可以看到说，此前这个协议已经得到了英国议会上下两院的认可啊。按照这个协议呢，英国将就是这个移民政策将取消移民工签最低年薪3万英镑的一个收入限制，而且呢，它会实行澳大利亚的一个移民计分制度。所以说，我相信大家都是移民过来的，就对它的很了解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以前会有一个收入门槛，现在新西兰有。当然也不是说一定，但是它是说，比如说你某一种工种，你一定要达到多少，你才能有那个分嘛。所以以前英国呢，就是直接有一个叫做工签的最低年薪收入。无论什么工种，什么都别提，就只要你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入门的门槛。但现在呢，英国也开始实行这种积分制了。其实目的就是非常的明显了，就是希望可以招到更多的人才。因为所谓的人才啊，大家听起来可能会理解为，比如说是那些高精尖的技术的啊，什么这种白领啊，或者是高学历的，也不一定。其实对一个国家所谓的人才，就真的是他们所缺的，就是他们要的人才。你有技术或者有某一方面独特的能力，也是人才的一种。就比如说这个国家当中缺的就不是高精尖的，它就是缺水工电工。那这个水工电工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就叫人才。所以说呢，现在英国就所谓的啊，说它要广纳人才，其实它的面也是非常广，所以你才会看到它把这个工作签证整个的标准呢去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我相信啊，在过一段明年不应该今年的这个新闻当中，我们会经常听到英国相关的一些新闻。
对，在脱欧之后，他们是做了哪一些的调整？怎么样呢？去面对这个世界未来的很多的改变啊？对，包括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呢，英国这一次的这个高等教育数据统计的显示也表示说，英国大学当中的中国留学生的人数也是大幅度增加，使中国留学生成为了英国留学生的最大群体。这个是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大家都要人才，你想想各个国家都是在紧急的希望说呢，能够从世界上各地去挖人才。那你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吸引这些人才去？那作为英国，可能它有一个比较先天的优势，就是大学好。对，对于很多的留学生来说，他的这个大学本来就很具备吸引力。那么接下来就是只要你的工签呐，或者是说你的工作机会啊，以及你给的待遇如果跟得上的话，其实它是很具备这种吸收人才的先天优势的。像新西兰就很缺乏这种优势。对，所以每一次我们就说吸引人才，大家心里都说你靠什么？对不对？你想要吸引靠得天独厚的蓝天白云吗？那倒也是，但是你蓝天白云好像对吸引人才这件事情，对，不知道吸引力有多大。是你说蓝天白云对于吸引家庭啊，是对吧？好像听起来说是很好的，但是对于吸引人才来说没有什么吸引点。对，你大学吧，你说排名也不行，你说真的工作机会，对吧？我们只能说这儿唯一一个，我刚才就在脑子里在转，但是这边的确有一个是我觉得特别吸引人的，就是公平。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在新西兰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在新西兰，只要你真的去努力、认真的对待你的工作，你是一定有机会的。是，你不会因为说这个各方面的因素而变成说你的努力白费。是，我觉得这个倒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吸引人的点。好了，时间关系啊，因为到了7点45分了，我们得稍走。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打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
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了，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点48分，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还是快速的跟大家来更新一下疫情的信息啊。那么现在在中国方面呢，我觉得大家好像稍微比前2天的恐慌降了一点点。对，因为我觉得数据的更新还是很快的，而且各方面的消息对于大家来说也是比较透明的，所以大家了解到更多之后，可能对这个事情就没那么害怕了，或者是说有点习惯了这种害怕，所以就消停了一点。因为真的网上的这个段子手真的是太多了，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乐趣啊。刚才我们在讲，在这个广告期间，我们也跟导播在那边说自己看到的段子。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吐槽，就说这一届的家长呢太难带了。对，所以我们在这儿真的也是呼吁一些家长朋友，真的这个事儿要引起注意。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昨天有朋友那个艾特我，就跟我说，他说那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呢，你知道吗？像你们这种早上的新闻节目啊，在很多的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的年轻人当中，不是年轻人，父母那一代人当中呢是有微信力的，所以我们说话呢有的时候比孩子好用。所以我能不能拜托你们呼吁一下？我觉得呼吁父母这件事儿，其实你都不用说太多，比如说什么影响呀、伤害，你就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注意，会对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有伤害。我觉得这一招就特别管用。我昨天还看到有人说那个不能叫威胁吧，反正就跟父母说，如果你要是不戴口罩，我就不结婚。就这之类的啊，对，所以很有趣，所以我就这件事情也就在这边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啊，就是怎么说呢，在这种比较严峻的疫情面前，大家呢也是自己在寻找自己生活的乐趣，也是希望呢，无论你是任何年龄段的年轻人，我觉得我不用劝啊，对，就是我们的长者朋友们，真的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这个东西无论你信与不信，就这么说，为了你的孙子，好吗？为了你的孙子孙女，我们不要做不好带的一代家长，好不好？好，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疫情的最新情况啊。截至北京时间的1月29日24时，中国境内确诊7711例新型肺炎病例，死亡170例，治愈124例。这个数字明显感觉上呢是缓了缓，对吧？虽然说持续还在增加当中，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好像稍微来说起码听起来是有所减缓的。那现在呢，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着世界卫生组织给出最新的宣布。在昨天讨论了一天之后呢，今天早上应该在8点钟之前，他们会宣布说要不要宣布紧急状态。但是反正截止到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消息。如果有什么样最新的信息呢，会第一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啊。不过时间的关系，已经到7点51分了。我想跟大家来说一条呢其他的新闻，关于疫情，我看到新消息再来跟大家讲，好不好？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什么事情呢？也是一个案件，发生在印度的案件。哇，这条新闻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啊，我快速的把沉重的部分带过去，我们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其实说到这个案件呢，已经过了7年时间了，就是这是这个案件发生的第8年。话说就是当时在2012年的12月16号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一起震惊了全世界的公交性侵案。那么当时呢，就有一名大学的读医的这样的一个女学生和她的男朋友呢，是在晚上看完电影之后就登上了一个回家的公交车，但是他们登上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能够回家。说这辆车呢在开的过程当中啊，偏离了原本的路径，然后呢这个女生就表示了这个反对，想要下车的时候呢，司机却是锁紧了车门，车上包括司机在内的6名男性开始辱骂和羞辱这对情侣，最后呢他们用铁棒击晕了这个乔蒂的男友，把他这个女孩子的男友，这个女孩子的男朋友，然后把这个女孩子呢拖到了汽车的后面，开始了一场残酷的暴行。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点点血腥啊，如果有孩子在听的，就可以让
关小生或者是稍微转一转。接下来就发生什么呢？这一些的6名男性就开始殴打和轮奸乔蒂，并用呢生锈的千斤顶直接刺穿了他的下体，而且还有一个人呢是直接用整只手伸进了这个女孩子的体内，从她的伤口处把95%的肠道拉了出来。整个的这个施暴的过程有1个多小时，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一对年轻的小情侣就扔到了车外，甚至后来呢又试图掉头回来，想要用这个巴士呢把这个女子啊再碾压一次。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警方当然是很快就把这6个所谓的禽兽给抓住了，并且呢所有的证据全部都确凿。但是更令我觉得很心痛的是，其实这个女孩还没有当时就死去，她是被送到医院之后呢，经过了13天的挣扎，但是最终才伤重去世。那么现在呢，为什么要把这个案件说起来？是在昨天看到的最新的消息是说，这其中的4人的死刑这一次呢，他们想要去上诉，是被法院给驳回了。可是到底能不能够在2月1号正式执行，还是个未知数。为什么会这样呢？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这其中后边的事情又很多。当这6个所谓的嫌疑人被抓住了之后呢，整个的审理的过程非常之长，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8年。其中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原因是这其中有一个17岁零6个月的，等于是青少年。对，因为这个年龄的庇护让这个青少年特别嚣张啊，就是因为少年犯的刑期最高只有3年，甚至呢出于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呢，媒体是不允许公开他身份的。所以呢在刑期将满时，他收到了一笔1万卢币的援助金，警方还要护送他进行秘密转移，防止他被愤怒的群众杀害。所以这个人就这样过去了。然后第2个，这不是一共6个人吗？第1个是未成年，第2个人自己呢是在就是服刑的过程当中上吊自杀了。所以等于说这第2个人呢，不知道算不算是畏罪，就是或者是说心里的愧疚吧，他就自杀了。所以就剩下4个成年人将会要面临到处罚。所以呢，印度的各地啊都希望他们以最严格的形式去惩罚他们。那最严格的当然就是死刑。那么一开始其实这件事情呢早就已经被判了，他们呢是处以死刑。第一次判决在2013年9月份就说给他们死刑了，但是后来就开始使用了这个拖字。不断的上诉，一轮又一轮，然后呢这4个人是轮流，你起诉一次，我起诉一次，你上诉一次，我上诉一次，每上诉一次可能就是1年过去了。所以这就一拖到了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我们刚才说了，说是2月1号要执行死刑，可是问题就是他们仍然还有可能再上诉，而上诉的理由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气愤。有人就说了，说这个事情不能光赖我们呀，因为这个她为什么要这么晚，一个未婚的女性要跟她的男朋友乘搭公交车、公共交通，而且我在比如说对她实施性行为的时候，她为什么要拒绝我？为什么要反抗？她要不反抗就不会激怒我呀，她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严厉的对吧？对待呀，甚至他还说什么？还有人说，经书里以前说了，人可以活1000年，现在我只能活100年，寿命已经在减少了，为什么还要用死刑来惩罚我？所以你听完了之后，你就觉得这都是些什么事情？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到7点57分了，我这个有一点讲不完了，我们得稍作休息一下，听几则商家好介绍，还有整点新闻。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利用一点点时间，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案件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好，一会儿回来。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D 皇后街、Epson、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1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
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Angela 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1月31日星期五，农历正月初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新闻。新西兰航空继续直飞中国，并发布视频，请大家安心。尽管许多航空公司都已经停飞前往中国或中国局部地区的航班，但新西兰航空还在继续直飞，并且表示已经在飞机上采取了各种措施，让乘客安心。新西兰航空昨天发布了一条旅游警示视频，其中首席医疗官讲解到，直飞上海的梦想客机采取了尽可能降低感染的措施，包括飞机上有一套十分复杂的通风空调系统，会将舱内循环空气中的有毒物，比如病毒过滤出去。同时呢，机组人员有许多防护性设备，比如口罩、手套，他们也都是经过相应的训练，能够应对各种医疗状况。航班结束后，清洁公司也采用了有效的抗病毒措施。新西兰航空现在还未停飞往返中国的航班，但其他多家航空公司已经暂停了飞往中国的航班。奥克兰北岸取消大型新春庆祝活动，为防止冠状病毒感染，出于对目前蔓延的冠状病毒的担忧，今年呢，在奥克兰举行的华寒新春庆典活动被取消。奥克兰北岸 Northcote 的华寒新春庆典活动的组织者昨天下午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保护当地社区的安全。在官方的 Facebook 页面上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尽管目前新西兰持续爆发疫情的风险被评估为很低，而且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诊病例，但当地华人社区非常担心，不希望今年举办这样的活动。组织者表示，他们知道很多人会感到失望，但希望大家理解这样的决定。明年会继续举办华寒新春庆典活动。高温来了，本周末新西兰多地将迎来35度。
Met Service 预测，在即将到来的周末，南北二岛都将迎来炙热的天气。周日呢和下周一，多地的预计温度将会达到35摄氏度左右。据介绍，炎热天气是由一股湿热的空气带动来的。这股空气呢，于本周末从热带地区伴随西北风飘向新西兰，在气温飙升的同时，也会刮起大风。山区和海岸附近的空旷地区将刮起西北风，同时呢，发出了几条强风警告。虽然呢周五风力将减弱，但周六会强势回归。除了高温和大风，雨水也会前来报道。湿热的这个空气将在周日至下周二之间给西海岸南部和峡湾地区带来持续大雨，可能发生滑坡和地面的洪水泛滥。至少到下周二才会有一道冷风将闷热空气从南岛赶走，然后在北岛上空减弱，高温很可能会持续到下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包机从武汉撤侨，其中3人被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日本厚生劳动省30日上午表示，1月29日从武汉撤回的第一批日本侨民中，发现3名乘客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月31日，再有210人的日本政府第2架包机从湖北武汉抵达羽田机场，其中有9人出现咳嗽和发热等症状，另有原定乘飞机回国的2人在事前检查中被检出有发烧、咳嗽症状，没有登机。涉嫌在网上传播涉新型冠状病毒假新闻，马来西亚抓4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消息，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称，29日以涉嫌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假新闻为由，逮捕了4人。CNN 称，4人年龄介于24岁至49岁之间，他们被指控于1月25日至27日在脸书以及推特上以分享有关冠状病毒虚假信息。CNN 称，这些人如被检控，最高可被判处5万林吉特，约合8.5万元人民币，以及1年监禁。好的，那以上呢就是由侯磊编辑播报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收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关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印度强奸案的一些背后的故事。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在我们的电视和广播前收看我们的节目。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一片的艳阳天，当然也就是一片的高温，所以在这个周末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防晒。今天奥克兰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19度，这在北岛南部地区北岛北部地区还算是凉快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温度将会在今天超过30度。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则会是在最南端出现一些强风的天气，但是中部地方仍然还是高温和炎热的天气。Napier 今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我们再来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呢，今天则是在西海岸会有一些阵雨出现，东海岸全部仍然还都是晴朗的天气。Nelson 最高温度今天也会达到28度。
南岛南部地区今天则是在最南端出现了一些强风的天气，但是其余的地方还都是晴好的天气状况。但是温差稍微有点大。皇后镇最高气温今天是21度，但是早晚最低温度只有9度，所以大家去到了南岛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的。那么在周末期间呢，新西兰全境基本上都是以晴好的天气情况为主。那在北岛南部可能会有一些强风出现，气温继续攀升。奥克兰明天最高也是25度，最低19度。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69，265296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D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7888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 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欢迎回来。不好意思啊，在关注最新。我的耳机没有响。我刚才在看那个新闻的内容，说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不是一直在焦急的等待着说看看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做出宣布。那我刚刚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就在讲说呢，可能这个宣布的时间要推迟到凌晨的3点半。北京时间，所以就等于到我们这边的8点半左右，它才会开始宣布。但是刚刚呢，就是看到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它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一个讯息，就提到了
了说，现在呢，大家世界卫生组织是比较担心这种在中国人传人的现象，所以说不知道潜台词是不是在说，因为这件事可能会考虑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紧急状态当中去，所以呢，我们先等等消息，等真的消息出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其实。是不是被列为紧急状态，也不是真的像大家所谓的那么严重，甚至有人说叫什么疫区国这种词儿啊，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或者有不良动机的人想出来的。对，这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紧急状态。所以一会儿如果真的宣布了，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让我快速的把刚才印度的那个案件跟大家说完。所以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是未成年的，所以就被刑满释放了，对，然后还被保护起来了，因为怕民众呢真的去对他做出什么伤害，对吧？伤害。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有一个畏罪自杀了，另外呢，剩下的4个人虽然说被判了死刑，2013年就被判了死刑，但到现在就是不断的上诉。昨天的时候是看到了最新的一个上诉又被驳回了，说是要在2月1号的时候执行死刑，但是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不会有上诉。对，同时我们了解到说，这个乔蒂这件事情，乔蒂死了之后呢，印度通过了几项新的性侵法的法律，包括对轮奸的最低刑期为20年的强制性最低刑罚，同时呢还加重了对未成年犯罪的惩罚力度，在年满16岁的未成年人犯下谋杀、强奸等严重罪行时，会与成年人一样面临至少7年的一个刑期。可是问题就是法律如此严格，甚至印度也有死刑，虽然说可以一拖再拖，拖8年也不执行，但是人家毕竟有，可是也没有降低印度的这个强奸案的发生率。就是在这条新闻出来之后，我们就看到印度公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是说呢，在1年当中，印度警方单是登记的强奸案就有33658起，这是1年哦，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平均每一天至少有92起强奸案在印度发生，而且我要再次强调，这还是在警方那里登记了的。而另外官方给出的一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有60%的强奸案其实是没有报告或者是立案的。对，就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数据可能只是1/3。对，就你听到之后你就觉得听到之后，作为一个女性，我都不太想发表自己。而且他们真的是可以利用这种理由，说什么这个女性为什么她没有结婚要跟自己的男朋友半夜乘搭公交车，又说人家女性为什么在强奸的时候要反抗。对，我之前还看到过，说为什么你要穿这么艳丽的衣服去勾引别人。还有说因为新德里的天气差，他说我现在就是生不如死，为什么你还要给我判死刑？这都可以作为理由来延长他被执行死刑的这个惩罚。你说你听完了之后啊，真的是我就感觉这条新闻真的一定要拿出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说所谓征求女性权益的时候，我们在表达很多的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已经忽略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对，女性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我们最近2年会看到很多印度的电影，它可能也会从侧面来反映印度女性地位的一个问题。但是而且他们的这个受教育水平的不平等啊，就是不平均啊，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说他们的这些男性，那从哪里获得的这个信息呢？如果你要是真的接受教育，你不可能是有这样的想法嘛。那你肯定就是说，你的爸爸传给你，对吧？爷爷传给爸爸，爸爸传给你，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代一代的传递。所以这条新闻啊，我就是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也是一方面说是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另外一方面也是说真的是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如此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我们的女性同胞。好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8点16分，我们今天时间很紧，所以我就话不多说，回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这边的一个最新的疫情。昨天呢，相信也是新西兰政府这边知道我们的华人朋友非常关注整个疫情的走势，所以呢，新西兰的卫生部昨天下午呢是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在发布会上，包括了卫生部长，也包括了卫生专员，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的霍议员，都在现场呢是解答了媒体记者的相关问题。我们新中传媒呢，当然也是记者呢是去到了第一现场。我们现在啊就透过一个短短的一段视频来看看卫生部长昨天做出了哪一些的宣布。Let me repeat something you probably will have he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lready.
we have not yet had a case of novel coronavirus in New Zealand. We think the likelihood internationally somebody will show up at some time with the virus, but the risk of a community outbreak is actually considered to be on evidence low at this stage, a sustained community outbreak. I want to acknowledge also the work of many 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in responding to the coronavirus. We know that a chance of it happening is something we certainly cannot rule out, that it will arrive in New Zealand, but we are well prepared. I would like to just reiterate the advice around people who have been in Wuhan or in Hubei province in the last 14 days and have travelled to New Zealand. Our advice today is different from yesterday, and that is that these people should self-isolate for a period of 14 days after they were last in Hubei or Wuhan. A final comment about masks. Masks are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wonders about. I don't discourage people from using masks, but they are not the mainstay of preventing yourself getting sick or preventing others getting sick. What is the mainstay is that social isolation, hand washing, regular hand washing, and cough and sneeze etiquette. So we're doing wh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commends, which is first and foremost making sure that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to people at the border, because there's certainly a suggestion that in some cases this may be asymptomatic. So there is no perfect test at the border, but if people have the information themselves on how to get help, to phone Healthline, to isolate themselves if they have the disease, the hand washing etiquette and so on, then that is the very best measure that we can take. We have put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at the front line to meet those flights. People can seek them out and ask them questions, or if they are also observing people coming through, if there's anybody that they think looks like might have symptoms, then they will approach them. The other thing to say is that there's also electronic signage at the airport, and so people, no matter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will be able to see that signage, and the information is being given out 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also in English. 所以刚才啊，我们是看到了卫生部长以及相关的官员呢，给了我们解答了一些问题。当然是因为用英文全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可能有一些朋友是说，哎呀，着急啊，想知道到底说了什么，听不全面，对，这样子呢，正好啊，我们现在线上的呢，就是在昨天参加了这一次新闻发布会的信中传媒的记者 Alice，所以我马上跟他来进行连线。Alice， 早上好。早上好，小娇，早上好，两位主持人。Alice 能不能跟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昨天整个的这个发布会的现场都发生了哪一些的情况？昨天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是主流媒体和华人媒体应该是全期都到场了。因为最近就是这个武汉的冠状病毒的事情，所以新西兰这边的民众和就是媒体还有政府，大家都非常关注。然后呢，就是因为也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谣言和传说，所以新西兰的卫生部长是非常欢迎我们，也希望我们媒体作为一份力量，就是把正确的知识传达给大众，然后让大家不要恐慌，然后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然后也介绍了新西兰政府对这件事情的全程的一个跟进和做法。所以我们刚才在听到卫生部长的宣布的时候，第一件事儿就是暂时在新西兰并没有发现任何确诊或者是疑似的病例，这个之前的谣言就非常多了，对，所以听到部长非常的澄清。但是我相信现在大家啊比较关注的是，就是对于接下来可能会有这种返校季，那怎么样我们新西兰这边做好了万全的防护呢？这个部长又是怎么说的呢？部长在整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作为新西兰政府对这一场疫情的一个防护和保护新西兰民众的信心。然后在机场，如果是有武汉或者湖北的旅客来的时候，机场都会有医务人员在那儿，就是他会有一个基本的，就是你如果发烧或者是感觉不适的时候，你可以寻求当地就是在机场附近的医疗工作人员。然后呢，然后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卫生专员
他也是介绍了一下具体的，就是说你如果民众非常担心，那么你需要做一些什么防护措施，可以保护你自己和家人。然后我想特别提一点的是，就是我们的卫生总干事特别提醒大家说，大家真的不要恐慌，不要认为你走在路上，如果你觉得有一个人他看上去好像你觉得他可能会有携带细菌的时候，你就会被传染到，这不是这样发生的，千万不要 panic。是，而且我也有听到他有强调一件事儿，就说这个戴口罩，他就提到说，他说呢，其实在新西兰这样的地方，真的是大面积去爆发的可能性非常低，所以他也强调说，这个口罩呢，他不会说让大家不要去戴，但是他也觉得不要那么的去担心这件事情，对，包括抢购口罩，对，没有必要去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现在的最主要的防御的措施还是说，比如说把自己隔离起来一段时间啊，勤洗手啊，他觉得问题就不是特别的严峻。那除此之外，他还有没有比如说提到让大家去多加留意的事项呢？其实部长和卫生官员提了很多我觉得非常有帮助的点。第一个就是你刚刚听到的那个口罩的问题。然后部长说我们在Wangari是有一个口罩基地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恐慌，觉得买不到了，脱销了。对，我们就是随时可以把那个产量提高上来，所以新西兰是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这个口罩的问题。这是第一点，就是大家千万放心。然后第二点呢，还是建议个人说你要勤洗手，然后呢常通风，然后如果你觉得不适呢，要自觉隔离，然后及时就医。对，这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说到这个，而且我补充一句啊，说到这个隔离，我昨天也听到的一个点就是说，他说这个隔离是隔离，但是也不是说让大家呢完全不能出门，只是不要去到比如说一些公共的人多的场所，你可以在家门口走一走，对，你可以去公园里散散步，只要是周围没有很多人，你不要跟人有近距离的接触，其实就可以了。这种也算是一种隔离。对，小娇，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我刚刚就想补充这一点。部长和卫生官员都说了，隔离的话不是说让你在一个屋子里面就是封闭在，其实你是可以出去散个步啊，然后短一个 hiking 都可以，你只要是保持自己远离人群，然后做好防护工作就可以。是，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那还有一点就是，昨天他有没有提到关于撤侨的事情呢？还是说主要还是说到防护这一方面？昨天我们有记者问到，是说新西兰的检测是不是还需要送到澳大利亚去检测？对。那这个的话，因为他说之前我们因为跟澳大利亚关系合作非常紧密，部长他们每天都会有电话联系，所以目前还是送到墨尔本去检测，是这样。对，但是我听到消息好像说这个周末，但是能不能，反正是说当时我们是说这一周，结果我昨天听到消息说是这个周末。对，我看到新闻上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说送去墨尔本的时间会延误，说完全不会有这个时间上的延误。好吧，这个也是总理发。好了，那也是非常感谢啊 ，Alice 把这个最前沿的或者是最直击的这个消息带给我们，谢谢 Alice。谢谢主持人，谢谢，好，拜拜。好了，那刚才听到了，可能应该是解答了大家很多的疑问吧。首先第一件事情，隔离是怎么个隔离法？你的口罩要不要去担心会脱销？还有就是说现在呢，不要再传说我们有什么病例了，起码暂时我们看到是没有确诊，也没有疑似的病例。其实我觉得就我个人认为啊，在新西兰做到隔离这一点还是非常容易的。你想，你一周最多就去1-2次超市这种公共密集场所，平时的话你在家方圆你就正常情况下你出去也不会碰到几个人，对，所以说呢，大家就是自己在隔离的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该隔离是一定要隔离的，只是这个隔离呢范围把自己稍微扩大一点，对，找一个呢人不是很多的时候，你去周围散散步。还有就是大家在心理上不要对隔离这个词有偏见，对，就你觉得隔离好像是一种禁闭啊，或者是一种什么？对，都得把那个窗户的缝都得贴上，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及时的，也非常感谢啊我们的记者带回来的最新的消息。时间关系，已经到8点27分了，我们要稍作休息，非常焦急的等待着世界卫生组织的宣布，以及呢一会儿回来我们也会稍微跟大家来更新关于撤侨，说更新吧，你说这事儿也说不准，指不定什么样的形式。对，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好了，稍作休息。
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进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六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时间很快来到了早上的8点30分，我们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的信息，就是比刚才深了一个色号。我把周五的路况可能会好一点这句话收回，咽回去。周五的路况可能会晚一些，对，可能会晚拥堵一些啊。好了，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基本上从 Eastern Market 开始，现在到一路到 Greenland， 全线交通拥堵的状态，而且中间呢是在 Mount Wellington 到 Ellerslie 还形成了黑色大塞车，其余路段也全部都是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Greenland 之后，到 Khyber Pass Road 也是黄色车多，要过了 Khyber Pass Road 之后才恢复畅通。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16号高速，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的方向上，我们就看到也是基本上从 Lincoln Road 开始一路到市中心全堵，极个别的路段是黄色车多了，但是呢，哎呀，就那么一小段儿，根本就可能这个车刚提起速度就进入到了下一个拥堵环节当中。最拥堵的路段还是集中在 Greenhouse Road 到 St. Luke's 这一块，还有呢就是16号高速接近市中心，在 Newton 这附近也是出现了黑色大塞车。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哎呦，北岸今天算是不错的哦，起码没有看到那么没有黑色。
然后呢，竟然在 Constellation Drive 到 Yarra Valley 这附近，现在是恢复到了黄色车多，可喜可贺。说明今天调休的公司的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北岸。过了 Yarra Valley 之后啊，一路到 Eastman Road 也是红色交通拥堵。再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wa 黄色车多。过了 Oniwa 之后，全线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财经资讯。新西兰 NZX50 指数11665.65，下跌10.86。上证综指 SSEC 因为春节假期，现在目前呢是不开盘的。道琼斯工业指数28561.11，下跌173.34。今天的汇率参考：纽币对人民币4.50，纽币对澳币0.97，纽币对港币5.04，纽币对美元0.65，美元对人民币6.94。汇率实时变动，实际以交易价格为准。好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焦急的等待着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宣布，但是暂时还没有看到，看到了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么还是再次预告一下，8点45分之后我们会进入到玉山休息站的部分，有吃有玩的啊，跟大家来换个心情，但可以轻松一下，总算可以轻松一下。但是我希望在这之前能够把闹心的事儿说完，但现在还没有消息，我随时在盯着这个屏幕啊，看到了会跟大家说。那么这一节呢，快速的再跟大家来更新关于这一次撤侨的相关的动作。这一部剧啊，也是指不定会演到什么时候。对，这个真的是一波三折。我就是昨天回去以后又看到最新的消息，我还给你发了信息啊，我说怎么又变了？当时是说不是说跟澳大利亚一起嘛，然后大家还在说挺好的，跟澳大利亚可以一起合作。对。然后呢，说是 Qantas 要派飞机去嘛，等等一系列的信息。结果昨天又听到外交部长，也就是我们的副总理 Winston Peters 又说了。说是要跟纽航协商，而且是纽航的飞机可能要直接去到那个武汉，然后接大概300名左右的新西兰人回到新西兰本土，而且是肯定不会被隔离在所谓的 Christmas Island 啊，说要是在新西兰这边来进行隔离。可是说现在不知道在新西兰哪儿啊，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去，到底是不是纽航去，还是什么时候，一切都不知道。只是现在消息就说了，又变成说纽航去了。那为什么还说要跟澳洲就是共同合作呢？不理解这个问题。那是什么形式呢？然后我也看到有的朋友啊，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也在说那合作的意思是说一起可以跟中国商量，就不用新西兰单独跟中国去商量了。这个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吗？对呀，我也是觉得，那你毕竟是2个国呀，对不对？你去的是2架飞机对呀，对吧？那这个那怎么个合作的意思呢？所以啊，现在一切我真的是不知道会怎么样。话说嘛，就说这个韩国要派去中国撤侨的，现在也没走成。对，就说呢，这个飞机是不是什么时候怎么样？中国那边呢还没有给出一个就是最终的答复。这个问题同样也会面临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身上。对，包括我看到英国也是因为护照的问题，很多问题现在目前也还没有达成。所以现在就是怎么样撤侨这个事儿，还真的就说不好了。所以我们真的也不敢说到底是怎么个撤法了。对。可是我听到另外一个算是比较确切的消息是，人家澳大利亚已经确定了，怎么样去撤了嘛。只不过就是说，可能要等到跟中国那边去进行协商。但是现在呢，就有很多的澳大利亚人说要开始慎重考虑回不回来。要不要乘搭这个飞机去到 Christmas Island 去进行隔离了？我们也知道啊，其实新西兰人就更知道 Christmas Island 是个怎么回事了。当时我们讲了很多次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呢非法移民的事儿。当时不就说嘛，非法移民被隔离在了 Christmas Island， 一个距离澳大利亚几千公里，然后距离那个马来西亚什么的印度尼西亚更近的一个岛上。然后当时就说他们的居住在那里面的难民，就说各种医疗水平太低，生活水平太差，他们接受到了非常不人道的待遇，所以他们才说希望新西兰能够伸出援手来接他们来新西兰生活嘛。然后我们又把新西兰说了一通，对吧？那么就是同样的岛，现在说要隔离400名。对，而且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接到的这些人，在上飞机之前，你怎么确定他们有没有被感染？然后他们要共同在飞机上待很久，然后要共同在 Christmas Island 上待14天的时间。对，400多个人从武汉呢，然后去到那边隔离14天，怎么生活？对，是单独住。那你如果要不单独住，这400个人要是住在一起，我的天哪，是一种危险，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那你是不是也要派医生？
对，去到 Christmas Island 上，如果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人第一时间紧急处理？那可是距澳大利亚本岛还有那么远的距离呢，要飞还是要飞回去的呢？所以现在很多的就是真的是澳大利亚的住在武汉的公民就在说，哎呀，我可能真的要慎重考虑了。这个计划听起来是在帮我，但是是不是真的完全的可以令人安心？对，如果现在在武汉你还没有出现这个症状的话，其实你相对只要做好隔离，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对吧？但如果你选择了这条路的话，就要担50%的风险。但是就要看了，说澳大利亚做没做好充足的准备，谁也不知道现在在 Christmas Island 上有多少个空余房间，能不能真的400个人每一个人一间，对吧？然后呢，因为你这14天的潜伏期，你怎么知道你跟你住在一间的这个人，他在上飞机的时候可能没有问题。对。那如果你不把他单独隔离，你怎么知道跟他住在一起就是安全的？会不会有问题？对不对？然后呢，你有没有医疗的真的是机构在那边做好了准备？如果没做好准备的话，我现在登岛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麻烦？所以很多的事情啊，都是不解之谜，也是未知之数。那至于新西兰，我们现在连在哪儿隔离都不知道，对，是不是真的要派纽航飞机过去也不知道，所以等吧。新西兰外交部现在已经通过这个网站Safe Travel 注册的位于中国湖北的新西兰人发出了邮件，让他们确认一下是否愿意搭乘飞机返回新西兰。我觉得现在有可能大家在考虑了，是否愿意啊？好了，那这条新闻也就是跟大家稍微更新到这儿。我估计这个周末啊，会有很多其他的新闻出来，到时候呢，周一再来跟大家做最新的更新。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跟这个病毒相关的，就是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被谴责的，真的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汉密尔顿的一个酒吧，他们呢，昨天我就提了一句嘛，看到昨天一天啊，在这个各种新闻在发酵，现在已经上升到了说要不要告他们的一个地步。说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打出广告，这不是这个我们的新型的冠状病毒，英文不叫 coronavirus 嘛，就正好跟我们大家喝的那个 corona 啤酒是一个名儿。所以说呢，这个汉密尔顿的酒吧就在最近打出了广告。说呢 ，Corona 的啤酒6.5纽币打折的价格，还有在周五，如果你买 Corona 还免费送一张披萨。只要在这个 Coronavirus 就是我们说的冠状病毒大流行还存在，这个折扣就一直存在啊。这个广告也是无语了。如果要是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他不仅仅是说打出了这样的语言上的广告，他还拍了2张照片。这2个人穿着防护服，手里拿着 Corona 的啤酒，另外一个呢是 Corona 戴了口罩。啤酒瓶上戴了口罩啊！反正我觉得在这种时候还发这种广告的人，跟那种散播流言的没有什么区别，散播谣言的。然后当然了，这件事情呢，就是在网上为什么会吵得很凶，就是真的有人，我们也知道新西兰人是那种非常 lay back 的那种性格，就什么事情都是随意，对，或者是哎呀，就是幽默一下，just kidding，就是开了个小玩笑，大家能不能生活不要那么严肃，大家放松一点，那个开开心心的好不好？所以就有很多人呢是为他们站台，然后呢，这个老板后来还出来说话了，他说的这个话呢，就是更让人呢就是很多人气愤。他说什么呢？他说在生活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当中是很棒的事情，但总是有一小群特别聒噪的人，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感到了就觉得自己受了侵犯。我觉得这些人啊会被任何事情刺激到，所以根本就不是因为我开了个小玩笑被刺激到。对，他说正是因为这些人有玻璃心，所以我们酒吧的宣传反而受益了。对于那些有幽默感给我们点赞的人，我们也表示感谢。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就在网上嘛，被大家这个就是等于说是热评或者是热议。就为什么会有一些人呢，在这种时候发出这样的广告，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那与此同时呢，昨天也有这个算是人权方面的一些专员就出来说了，说呢我们会视情况而定，如果要是真的有人去比如说觉得非常的受到了侵犯而去告这个酒吧的话，那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他们就会真的按照这个比如说侵犯相关的一些罪行，或者是一些我们说的案件的类型来对他们来进行一个所谓考虑了。所以现在目前的状况还不得而知，只是在新闻上我们看到了网友们的一个评论啊。所以这条消息也跟大家稍微来说一说，这个侵犯呢是不是受到了某一方面的语言上的一种侮辱啊？我觉得大家呢虽然说怎么讲，就说
要去留意，但是我觉得大家呢最近还真的就得强壮一点，毕竟这种不要太敏感，不要玻璃心。对，真的是也别太玻璃心，因为疫情面前，大家的这种担忧，其实将心比心的是可以理解的。对，他们的那种情绪呢，就当他们是因为害怕而出现的一种过激的情绪，所以我们自己呢，就只能是先安慰安慰自己。当然，如果要是遇到了特别过分的，也不要就真的把这口气咽下去，或者是就忍气吞声。该去反应的还是反应，要该去去发声的。新西兰这边也有很多的渠道，让大家呢去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也不要怕，该说什么说什么。对，也不要，但是也不要太玻璃心。有的事情呢，就当它没有那么严重。对，就当它是害怕，也就算了。好了这件事情说完了之后，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那么说到了这个疫情方面呢，其实这边还有2条信息也跟大家来稍微更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个教育部关于停学的这件事儿。那么我看到呢，在中国方面现在采取的措施就是延后开学，但是呢不停学，要开始进行网络上面的授课。对，通过网络授课，然后有一些比较偏远地区的就是可能网络无法覆盖到的地区，会通过中国教育频道直接把这个网络的一些课程或者资源输送给这些学校的学生。是，那么作为新西兰这边呢，不是也说有一段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隔离嘛？我也看到了，包括奥克兰大学在内，也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学校，也都说呢会尽一切可能让大家不要去落下课程。而且他也说，开学的前14天也不至于说真的会出现特别严重的落课的现象。所以说呢，就是提醒大家也不要担心。那么该去隔离的就自己在家好好隔离一下。还有一个小事情，也是最近说的，就大家都在说的，说会不会人传给动物，再由动物传给人。对，昨天我们看到了，就是关于国际卫生组织还有关于中国方面的一些专家给出了其实不同的一个意见啊。就是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她在昨天对话这个主持人的时候，她说现在本来就是一个流行病传染的季节，主人要对宠物加强管理。如果说这个宠物它没有接触过有这个病毒的人啊，或者是动物，对，它是比较健康的，那么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一旦它接触到了有疫情或者有感染的人，同样这个宠物也需要监控起来，因为这个病毒它是在哺乳动物之间传播的。对，只要你的这个宠物，所以这个也不是说这种担忧完全没有必要，但是也不要太过恐慌，因为你的宠物其实也很少出去，就很少在没有你的情况下出去，所以你和他其实是一样的，是，就你俩隔离的状态应该是处于同种的状态。对，所以在隔离期间，希望大家和动物好好的相处一下，对，不要嫌弃它，对吧？好了，时间关系啊，因为已经到了8点45分，还是没有看到消息，我们只能再等了，看看什么时候世界卫生组织会做出宣布。不过在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稍微换一换心情进入到玉山休息站，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对，我们还是要开心生活的，是，换个心情来说，吃的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好的。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
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点48分，先让我们换个心情，进入到玉山休息站。而且如果在看电视的朋友就可以感觉到了，这一次呢，玉山是把这个超市搬到了我们的演播间，满桌子的好吃的啊！首先我们先得欢迎一下 Jeffrey， 早上好。谢谢，早上好电视前的那个观众，还有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是，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眼前的这一些好吃的啊，都是些什么？我现在眼花缭乱的 ，Jeffrey 介绍吧，这都是些什么好吃？这是今天的话，这一系列全部都是雪之恋的系列。所以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雪花饼。这个在我们的展厅来讲的话，是卖的非常好的一个商品。是。然后它有分为3个口味，一个是草莓第一个是这个蔓越莓，第2个是草莓，第3个是凤梨。是。对。然后另外的话，我在我们左手边的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是都珍珠奶茶系列。珍珠奶茶加在饼干里，对，加在饼干里。以为珍珠奶茶只能用来喝。对。这个的话，其实在去年的年底来讲的话，在台湾的这个食品展里面非常的火红。而且这个的话，目前在美国也卖得非常好。对，所以我们这个是在除了美国以外的话，我们新西兰是就是第一个代理到的这个产品。可就是只有在这儿可以吃得到的意思。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前面有很多的那个麻薯。对，台湾麻薯的话，这一个的话会特别介绍，跟其他的我们的一些麻薯比较不一样，是它是特别是做成双馅。双馅，对，双馅的。对，它其实是里面那个馅的话，它其实是已经把它包成一团了。然后外面的这一团的话，再把它包成一个比较属于良品的馅。对对对，所以这个是蛮的急推的。所以还蛮特殊的，就等于说它跟其他地方的那个麻薯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好消息呢是在我们说具体的这些为什么它值得让大家去买之前啊，先告诉大家我们眼前的这个桌子上的这一切。今天都要送出去，对，有没有觉得很震惊？当然呢，我们总共会送出5位幸运的听众和观众，然后呢，有就是送不同的东西啊。先跟大家说一说，有2位幸运的听众和观众呢，一人会获得3盒雪花饼，当然是3种不同的口味。然后呢，还有3位幸运的听众和观众，一人可以获得1盒和1袋我们的这个夹着
珍珠奶茶的饼干，对吧？是的。那这个麻薯是个怎么个送法呢？麻薯的话，因为是这样子，我看就是现在是属于开学季，而且现在在15这之间的话，还算是在过年。过年所以我们公司的话，就是就是在响应这一次的这个。怎么讲？就是看这一次的这个疫情的问题，大家有点郁闷。是，真的是。对，所以我们就特别发出100份，100份。所以麻薯哦。对，麻薯，所以只要是来我们展厅，只要是有购买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都会送1份。哇，麻薯吃着甜甜的，心里可能开心点。因为我要跟大家来说不好的消息了，就是我刚刚看到的。基本上这一次会被列为紧急事件了。一会儿这个新闻我们先不说，让我们先说开心的，回来我再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啊。这个不过我们大家都可以去玉山，如果只要买东西拿1份麻薯回家，开开心心的。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会进行抽奖，送5位幸运的听众观众，又可以体会到激动人心的接电话时刻。对，接电话的这种抽奖时刻，现在不送啊，等一会儿，等我听我一声号令，大家才开始打电话。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玉山每一次给大家送出的这个礼物呢，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来稍微聊一聊，就说这个雪花饼为什么这么值得去推荐？雪花饼的话，其实这个在这个雪之恋的这个产品系列当中的话，其实它是算是蛮一个主轴的一个产品。那这个我当初我们在试这个新品的时候，我有去试过它。其实它的口感来讲的话，是非常的酥软的。对，非常酥软的，而且它的本身的话，它在做这个雪花饼的这个材料上来讲，它其实运用的一些材料都非常的高档，都非常的高档。所以这一个雪花饼的话，现在目前在我们的展厅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是以半价在优惠给大家。而且我有去吃过这个雪花饼，就讲真的哦，它跟你想象当中那个感觉不一样。我以为很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因为它的外观嘛，我以为很像那个日本的牛轧糖啊，是的，就是那种有点黏，然后有点硬，对，是很甜的那种。其实它完全不是，跟你想象的那种不一样。它是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咬下去之后，首先感觉到的是脆。然后你感觉到的是有一种空气，它其实就是口感很像沙琪玛。哎，对，是，但是它是那个怎么说呢？牛轧糖版的沙琪玛。我不知道这么形容大家能不能够理解那个意思啊？而且它有个好处，就是因为现在人的话，吃这个零食来讲的话，都不太喜欢吃太甜。对的。对，而且这个来讲的话，其实它是比较不甜的所以比较适合，就是说小孩子的话，在比如说像早上的话，带一点那个甜食，让他带到学校去，开心一下，对，开心一下，或是说下午茶，这下午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搭。而且它的那个水果的味道会很浓郁，就是它不是只是甜，它是就是比如说它是某一个口味的，像什么蔓越莓，我吃的是蔓越莓的，它就非常非常浓的蔓越莓的味道。你在这形容的时候，我一直在分泌唾液，是吧？真的就是特别忍不住的。我也是，就是它那个口感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而且这个一位听众可以喝或直接拿3盒。我都不想做节目，想出去打电话，然后再说说这个，其实我没有吃过夹着珍珠奶茶的那个，这个珍珠什么口感啊？这个其实我刚开始我蛮担心，就是说它的珍珠来讲的话，其实一个概念就是说会不会觉得很硬？对，其实如果以珍珠干的来讲的话，其实它的口感是说偏 Q 的，还是比较偏 Q 的，而且对 Q 弹的，而且这个商品的话，在日本跟韩国也卖得非常好。因为那时候正是在做这个珍珠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真的有去克服了一些就是技术的门槛。像这种的话，像珍珠来讲的话，最怕就是怕它硬。对，他们其实会去把它控制到变成 Q 弹的话，其实这真的不简单。而且搭配的就是怎样，就是它的搭配的这个苏打饼，真的是。我现在对真的是好吃，而且我想知道那个我因为饼干这个我们的理解就是里边夹的珍珠嘛，那个牛轧饼它是不是叫不是叫珍珠奶茶牛轧饼？其实这个珍珠波霸雪饼，雪饼是什么？雪饼的话，其实这个雪饼就是跟这个雪花饼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是珍珠奶茶口味。对，它是珍珠奶茶口味，好想吃。而且珍珠奶茶口味它里面是含珍珠的。
哇塞！我通常去喝珍珠奶茶都要再多加1份珍珠。那你这眼前这个是吧？但太适合我了。一会儿去打电话。好了，时间关系啊，因为已经到了8点57分了，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是跟那个侯雷一样，唾液在分泌。其实我也在分泌，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因为你知道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很需要这种甜食来调剂一下。然后我在想，我一会儿播新闻要怎么办？倒也是啊。好了，这样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来听几则商家好介绍。那么一段整点新闻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聊一聊关于易山在2020年有哪一些新的计划。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cine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cine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cine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1月31日星期五，农历正月初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新闻。新西兰航空继续直飞中国，并发布视频，请大家安心。尽管许多航空公司都已经停飞前往中国或中国局部地区的航班，但新西兰航空还在继续直飞前往上海的航班，并且表示已经在飞机上采取各种措施，让乘客安心。新西兰航空
昨天发布了一条旅游警示视频，其中首席医疗官讲解到，直飞上海的梦想客机上采取了尽可能降低感染的措施，包括飞机上有一套十分复杂的通风空调系统，将会将舱内的循环空气中的有毒物，比如病毒、细菌过滤出去。同时呢，机组人员有许多防护性设备、口罩和手套，他们也都是经过相应的训练，能够应对各种医疗状况。航班结束之后，清洁公司也会采取相应有效的抗病毒措施。新西兰航空现在还未停飞往返中国的航班，但其他多家航空公司已经暂停了飞往中国的航班。奥克兰北岸取消大型新春庆典活动，为防止冠状病毒感染，出于对目前蔓延的冠状病毒的担忧，今年在奥克兰举行的华韩新春庆典活动被取消。奥克兰北岸 Northcote 的华韩新春庆典活动组织者昨天下午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保护当地社区的安全。在 Northcote 中心的 Facebook 页面上的一份说明当中，我们看到，尽管目前新西兰持续爆发疫情的风险被评估为很低，而且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诊病例。但是当地的华人社区非常担心，不希望今年举办这样的活动。组织者也表示，我们知道很多人会感到失望，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的决定，明年会继续举办华韩新春庆典活动。高温来了，本周末新西兰多地将迎来35摄氏度。Met Service 预测，在即将到来的周末，南北2岛都将迎来炎热的天气。周日和下周一，多地预计温度将会达到35摄氏度左右。据介绍呢，炎热的天气是由一股湿热的空气带动的。这股空气呢，于本周末从热带地区伴随西北风飘向新西兰，使气温飙升的同时呢，也会刮起大风。山区和海岸附近的空旷地区将刮起西北风。Met Service 同时发布了几条强风警告，虽然呢周五的风力会减弱，但周六会强势回归。除了高温和大风，雨水也会前来报道。潮湿的空气将在周日至下周二之间给西海岸南部和峡湾地区带来持续大雨，可能会发生滑坡和地面的洪水泛滥。至少到下周二才会有一道冷风将闷热空气从南岛赶走，然后在北岛上空减弱，高温很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包机从武汉撤侨，其中3人被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日本厚生劳动省30日上午表示，1月29日从武汉撤回的第一批日本侨民中，发现3名乘客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月30日，载有210人的日本政府第2架包机从湖北武汉抵达了这个羽田的机场。其中有9人出现咳嗽和发烧等症状，另有原定乘坐飞机回国的2人在事发前检查当中被检测出有发烧、咳嗽症状，没有登机。涉嫌在网上传播涉新型冠状病毒假新闻，马来西亚抓4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在29日以涉嫌在媒体上上传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假新闻为由，逮捕了4人。CNN 称，4人年龄介于24岁至49岁之间，他们被控于1月25日至27日在脸书以及推特上分享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虚假信息。CNN 称，这些人如果被检控，最高可被处罚5万令吉特以及1年的监禁。受众需求改变，节约资金 ，BBC 将削减450个新闻岗位。英国广播公司 BBC 宣布将削减新闻部门的员工，削减的职位呢约450个。发言的这个声明当中说，裁员计划皆为应对受众需求改变。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
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真的要提醒大家啊，注意好防暑防晒。基本上北岛大部分范围之内都会是晴好的天气，而且最高气温呢也都徘徊在报是25度左右啊，但是在很多的地方可能会上升到27、8度。那么在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除了最南端可能会有一些强风，让气温呢稍微偏低一点之外，其余大部分范围之内都是高温。Napier 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呢，今天在西海岸会有一些阵雨出现，但是在东海岸仍然还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Blenheim 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2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岛南部，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则是在最南端有一点强风出现，其余地方仍然都是晴好的天气状况。但是这2天啊，温差稍微有点大。皇后镇最高气温是21度，但早晚的最低气温呢降到了只有9度，所以去南岛旅行的朋友啊，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在这个周末呢，其实新西兰绝大部分还都是晴好的天气情况为主，除了在北岛南部和南岛北部呢可能会有一些强风出现之外，其余的都是晴好的天气。奥克兰明天最高25度，最低19度。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3778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
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欢迎回来，这个我现在啊，就是有一点点的卡住，是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咽口水，所以我们继续玉山休息站的部分啊。Jeffrey 这一次真的是把这个拿来这么多好吃的摆在我们俩面前，然后一个我们也吃不到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也抽不到这种感觉。对，我再强调一下，一会儿呢，在9点20分回来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抽奖。今天还是有5位幸运的听众观众会获得奖品，有2位幸运的听众观众会一人获得3盒雪花饼，3盒还是不同口味的。然后另外的3名的幸运的听众观众呢，会每人获得1盒这个我们说的珍珠奶茶的牛轧饼和1袋牛轧饼，外加1包的这个珍珠波霸雪饼，等于说是3个嘛，对，算1套，对，送3套。然后前面麻薯是去到了玉山买东西就送，对，只要买东西就送1盒，是不是？是的，一共100份，先到先得，是的，算是新春礼物了啊，对。今天我估计会被挤爆，趁着 Henry 不在的时候，先把它送出去。好，那接着啊，我们跟 Jeffrey 也来聊一聊，其实玉山在2020年也会有很多的新计划哦。是的，因为我们把重心放在今年的话，其实的规划上是规划了将近快半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差不多在2月底到3月的时候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就是网络的购物车，对，而且它会连接我们的可能未来会规划就是在做直播的购物上，对，所以在一些技术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公司都非常的积极的在克服这些的一些问题，所以以目前这样看起来来讲的话，我们的行程应该会往前，可是一直在试乱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系统，对，所以其实为什么会做这个购物车，是因为说我们之前我们展厅那时候在去年度来讲的时候还有我们自己的团购受大家的这个喜爱，而且我们群友来讲的话的群友人数也蛮高的，蛮多的，是的。然后很多一些南岛，包括一些偏远地区的一些群友，他们其实看到我们在 PO 的一些秒杀商品，包括说一些比较对，其实还有一些特价商品，他们会觉得说我们这边的物资上根本都传不到，对，所以我们才想说好。那时候我才想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干脆来。很多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在网络上？但是这个其实是不是有很多困难？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在国内啊，比如说在中国呀，或者是说你是在很多的这种物流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地方，你做网络购物车是没有困难的。但新西兰很困难呢。是当初来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公司的个性上就是说。有困难才要去做，有困难才要去做，对，是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把它想得非常简单。其实，在实行上来讲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困难度的。对呀，包括你刚刚在讲的，就是说在运送上的问题。我们现在目前的运送上，我们是已经有跟了这个货运公司已经有他们结合了。对，而且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货运的一些邮寄方式来讲的话，会比较公开，不会说今天就是说我们今天直接报给你一个价格。其实这个货运公司的话，它直接就是我们给它的一个柱子，它一趴出来的话，可能甚至有7家的货运公司的让你选。是这样，是这样子，所以现在是你自己就可以选择，比如说价格呀、你的信任度啊等等，然后你去选哪一个没有错。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在这方面来讲，其实玉山。其实非常的积极，就是说在做一点，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的商品最新的送到你们手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把整个的价格
价格的一些成本把它降低。对，这个是 Henry 当初的话，他也有说过这个是我们。反正我自己去玉山的那个展厅去购物的体验，我第一次去买东西，我真的不是夸张的说，我买完了之后呢，也大哥也是帮我打了折了啊。可是除了这个之外，但是那个价格也是真的吓到我，因为我没有想到说这些东西可以以这么便宜的价格拿到手。我一直在跟那个就是给我们去结账的。这个客服的那个人员说，我说你是不是算错账？就不太可能，因为我拿了一篮，然后那个数字基本上是20几，我说不可能，你这一定是算错了或者是怎么样，那个价格是有吓到我的。是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讨论起来就是说，其实在从运费上来讲的话，其实还可以再节省，还是可以再节省。所以以今年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购物车里面还会掺杂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是。所以下周的话，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从台湾进口进来的话，将近有170种的商品。哇塞！对，所以我们可能以后的话，尽可能在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一个我们自己展厅或是我们的这个购物车的一个专用柜。所以这专用柜的话，会把最新的一些商品的消息会带来这边。所以等于说现在呢，除了说大家可以去展厅去购买之外，或者是去到，其实新西兰这边各大超市已经铺了很多玉山的这个产品了。我是基本上在各个华人超市都能够看得到。另外就是可以在家。基本上就是网络购物车嘛，足不出户，你基本上就有东西送到你的家门口。对，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可以享受在家拆快递的喜悦。哎，对呀，是的，所以也包括南岛吗？对，也包括南岛。而且我们在第二季的话，在今年的第二季，我们会扩展，就是说在这个电器用品，还有一些电子零件用品，对，还有包括说一些服饰。我们都那我们以后在直播间我们直播的时候还可以现场展示服饰吗？我们那个以后这不是作为我们的赞助商，我由播天气预报的时候穿你的服装，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玉山啊，你可以看得到呢，也是我们一起啊陪伴着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陪伴着玉山走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真的是一年一年的是有不同的，而且都是大消息来跟大家公布。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听到了，比如说玉山要准备开展厅，然后后来呢就把玉山的这个品牌开始推出了，有了自己品牌的产品。到了今年呢，走上了我们要开始最火的网上的这个购物的方式，真的是都走在最前沿，所以你们每天想的也是很多哎。对啊，所以也很累。对，所以其实我跟我们公司来讲的话，其实我跟 Henry 来讲是在想这部分的一些构想，包括 Roger， 所以我们每天的话，其实真的没有多余的时间在想其他，一直在想说玉山要如何再往前。而且我觉得你们的执行力特别强，就是很想完马上就实现了。就是这些东西说完了之后呢，在我们看来会有很多难关，比如说一说到新西兰的物流，对，真的是吐槽的，可是你看你们就解决了，就开始要做起来了，而且是马上就要推出嘞。对，其实我们是尽力啦，尽量把它做到最好。对，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新西兰这个地方的话，真的要买个东西，有时候开个车子真的还是真的不方便。对，尤其是对于一些长者朋友，你说要去玉山的展厅，还要坐公交车，你知道，就为了去你们，各种人问我们说，到底要坐几路公交车去到你们的展厅？所以这回就有好消息带给大家了，晚上就可以购物了。所以我们是期待着啊，共同的也是见证着网上购物车的诞生。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到9点20分了，今天也是再次感谢 Jeffrey 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以及眼前的这一些的产品，我再次强调，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抽奖了。5位的幸运的听众观众，每个人都会拿到大礼回家。还有就是呢，去到玉山有100份的麻薯在那边等着你啊，所以大家也不要错过。再次感谢 Jeffrey， 谢谢大家。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69，2652969。石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096230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23分，我们现在开始抽奖。我们俩嘴上还沾着那个饼干。刚才我们是打开了一包尝了尝味的啊，但是不打开的不是送给大家的，所以不用担心。好了，那我们现在开始开始抽奖，请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0992939006。我先送出的是雪花饼，一个人3盒，3种不同的口味，一个是草莓味，一个是蔓越莓味的，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凤梨味的。所以呢，一人3盒啊，送出2份。我先把这2份送出去。接电话来，好，侯雷接。第一位，1、2、3走。哎，按那个旁边那个1、2、3、4。你好，早上好。哎，早上好，早上好。这个非常幸运的啊，您是获得了1份雪花饼，3盒雪花饼，好不好？我们来留一下您的信息，请问您贵姓？我叫阿凯。阿凯，好的，您的电话后4位。3328。3328，恭喜阿凯获得3个雪花饼，很好吃哦，真的很好吃。对，恭喜！我亲身吃过。我喜欢吃蔓越莓那个最好吃，我觉得。好的，好的。好，谢谢，恭喜了。我可以跟你聊一句吗？这样子，我们这一节呢，我怕时间有限，我怕我抽不完。等一下我抽完奖之后呢，您再打电话上来，我们再接着聊，行不行？好的，好，谢谢您啊，谢谢，好，拜拜。那我们快速抽啊，好，再抽位，走。早上好。喂。哎，您好。哎，你好。哎，非常幸运的啊，您是第2位幸运的听众观众，所以可以获得3盒雪花饼。请问您贵姓？我面贵姓杜。
谢谢，好激动啊！谢谢你。这个新年的啊，感觉是非常幸运的一份奖品了。那您的电话后4位也给我留一下好吗？5088，对吧？啊，5088。好的，恭喜这位听众。谢谢你啊，谢谢，新年好，拜拜。我都感受到了那种喜悦，你知道吗？声音接到电话的都特别有底气。喂，你好。那当然，来，我们接下来送3个那个另外一个了啊，就是牛轧饼珍珠奶茶系列了。好，来，我来接第3位吗？对，早上好。喂，您好。喂，在吗？你好，您好，我刚想说，我再3个数不吱声的话，我可能就要接下一位了啊。好了，非常恭喜您，您是第3位被抽中的幸运的听众和观众，您会获得1盒珍珠奶茶的这个牛轧饼和1袋牛轧饼，还有一个珍珠波霸雪饼，好不好？这个，请问您贵姓？姓宋，宋女士。好的，您的电话后4位。7207，恭喜您！好，再次恭喜。好，谢谢，拜拜。好，还有2位啊。4位，送第4个了啊。喂，早上好。早上好。你好，好温柔的声音啊！您是我们第4位幸运的听众和观众。这样子啊，还是把您的信息稍微留一下。请问您贵姓？我姓郑。郑女士，您想不想做主持人呀？来，您的电话后4位。0600。0600，恭喜您，恭喜您喽！谢谢。谢谢，好，拜拜。一般声音比较好听的人都不爱说话。第1位是男士，剩下4个都是，剩下3位女士，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位是男士还是女士呢？来，早上好。喂。你好，你好，哇，今天都是非常声音这么好听的女士啊！来，您是我们今天最后 lucky last 啊，最后一份礼物送给您了，请问您贵姓？谢谢，姓于。姓于对吗？对。好，您的电话后4位呢？3330。好，恭喜于女士，谢谢。谢谢。好，拜拜。我说的有点紧，是因为我想在这一节当中把5份都送出去啊，对，所以时间不够，很顺利的，我们眼前就没有了。是，而且后来这2位女士听到她们的声音，我仿佛看到了外面的阳光。是哈，特别有一点这个感觉，真的还是。不过呢，除了我们眼前的这5份奖品我们已经都送出去之外，大家不要忘了还可以去到玉山。现在呢有100份的麻薯在那边等着你。如果你要在玉山呢选购任何的商品，都可以获得1份麻薯。当然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啊。我觉得玉山的产品覆盖面还挺广的，因为我偶然从我家居然发现了一个纸箱子上写的玉山香油。他们的香油也很好吃，是吗？对，反正弄得很哈。无论如何啊，大家呢这些奖品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份好心情。那么说一下领取的方式啊，所有的刚才中奖的5位幸运的听众和观众，希望大家都可以今天来，来到我们的电视台这边，把您的奖品领走。地址呢就是194号 Marua Road Mount Wellington，194号 Marua Road Mount Wellington。如果没记下来也没关系，上网搜一下，后面这个 Panda TV 37，对吧？这个大家搜到了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公交车，所以坐公交车来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就把你的奖品领走。是因为现在真的天气比较热，所以我是担心啊，在这边过个周末是不是就不太好？所以说尽量的大家就在。今天我们是4点半之前吧，好不好？4点半之前大家来把您的奖品领走，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奖品，这个借花献佛啊，借着玉山的奖品送给大家一份好心情。不过时间的关系已经到了9点30分了，我们稍作休息。想要跟我们接着聊的，在下一节当中，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留给您，可以畅所欲言，跟我们说什么都行。好心情也是要保持一下，但是接下来我可能要有一些不是很好的消息带给大家。对，也是有一些。我们要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啊，又跟大家来说新闻了，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
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 0927235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 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盘打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盘打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定。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朝闻天下》。那么在最后的这20几分钟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好吃的好玩的结束了，还是要面对一些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可能令我们有一点点担忧的事情。刚刚有听众想要上来跟我们聊的啊，随时可以拨打电话上来0992939006。那么接着呢，就说一下刚刚在我们刚进入到玉山休息站就宣布的这件事儿。世界卫生组织就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召开的这个记者会上宣布，决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构成了国际卫生的紧急事件。是，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说可能大家都不太想看到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这边呢，我首先一定铁定就是真的，我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想在世界上放一个大喇叭，尤其是说有华人的地方都放个大喇叭。这个紧急事件和疫区国这3个字没有任何关系。对，我真的不知道疫区国这3个字是从哪儿来的。
我到现在都不太理解这3个字疫区国，我觉得很多人是自己给自己定义了一个这样的标签。而且就算是说啊，你可能用一些比如说你看到的翻译，那我们去找任何的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发的稿件，或者你就去西方的媒体，对中国不是很友好的媒体，你大概也看不到疫区国这3个字吧。为什么会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不明白啊。而且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在网上充斥着这条消息，很多人都在说完了，世界卫生组织要把我们划成疫区国了。就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一定会有这种声音出来自己吓唬自己。我觉得大家还是因为相关的内容了解的太少了，然后这种谣言造谣的人太多了。对，当然我们要说是不是进入到紧急事件就是这么一说，当然也不是。这个进入到紧急事件之后，或者叫危急事件之后呢，的确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呢，这个一旦我们就说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紧急事件构成之后，那么呢，可能很多国家就会开始考虑要不要跟中国去进行，比如说像旅游方面的，甚至是贸易层面的一个短暂的停止。那么这个当然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爆发的阶段，那么对于保护自己的国民去做出这样的防护的措施，都是我觉得大家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是真的就仅限于此，而且它真的是一个短期的。我还看到呢，网上有在说这个只要宣布紧急事件就是3年。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每一次啊，比如说宣布紧急事件，它一般的所谓的一个时间长短，大概是3个月。就是3个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紧急事件就算是自动取消了。对，如果它没有一个延后的话，那就等于说3个月之后就取消。而另外一方面呢，他就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说了，会持续的跟中国方面来保持联系，一切还是要看疫情的发展。对，如果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的话，那这个紧急事件也会被取消。对，其实这种紧急事件它也有正能量方面的一些消息，比如说你宣布了紧急事件之后，全世界各国对于你的援助、资源的援助，可能医疗卫生方面的一些援助都会非常的多。对，所以说呢，大家首先这个的确是会有一些的影响的，尤其是你要说造成最大影响的，可能对于那些比如说在股市方面，或者是有贸易的非常勤的这种往来的生意方面，可能会造成短期的影响。但是这个就算是没有紧急事件，我相信影响也对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职位啊，或者是说我们说的产业来说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呢，就是宣布了之后，可能这个影响的范围会扩大。但是呢，无论如何，它现在目前看来还都是短期的。对，那么只不过就是你可能运输的成本，你整个时间的成本会增加，但不代表说真的啊就会对说类似于像说贸易，甚至有人拿它跟中美的贸易战去相提并论，那真的就是不是一回事儿。对，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紧急事件，这么说大家如果要是不信，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信的啊，就仍然还是说有这个疫区国的概念。来给大家来举几个例子，就说在之前曾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到紧急事件的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类型，给大家来说几个。比如说2009年的 H1N1 流感病毒疫情就被纳入了紧急事件。2014年的野生型脊髓灰质炎病毒，是不是这么念？应该是啊。然后2014年的就是西非的埃博拉，还有2016年的巴西的寨卡病毒，以及2018年到2020年现在仍然继续的刚果的这个埃博拉的疫情，这都是被纳入到了世界的紧急事件当中。但是啊，就说如果要是大家听说那这些也是挺可怕的一些疫情嘛。再举个例子，比如说2014年的那个西非的埃博拉的病情，当时其实是很严重的，而且巴西其实也是在其中的，就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就在那样的一个紧急状态之下，我们的奥运会不是也照样开了吗？所以说呢，有没有影响是有的，但是真的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中国就要被彻底隔离、彻底封闭了，以后也没有人跟我们做生意了，以后也更不会有人来到中国，我们中国人也出不去了。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因为世界各国现在很多国家其实都指望着中国呢。对，就是这个贸易上面啊，也不是仅仅说是我们跟外部在做这样的一个贸易的往来，很多的国家还靠着我们去支撑自己的产业呢。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也不要过度的担忧。但是我是提醒那些比如说经常在股市上面有一些投资的，或者是说呢在贸易方面跟其他国家有频繁往来的，可能在短时间内是要做好一些准备的。
的，它会有短期的这种波动和相关的一些影响。是，还有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在这一次就是宣布了这个消息之后，也强调了，就说呢，希望各国也是类似于说是保持目前的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强调说呢，不要去建议实施这种旅行和贸易的限制。因为毕竟国际上面的这种事情影响的真的不仅仅是自己，对，这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去努力。但是我们也相互配合吧，相互配合。但是我们也觉得说，去宣布这种事情啊，是可以理解的。你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如果这个疫情真的会影响到更多人，它也是有这个义务要去把它提升到某一个程度来引起大家的注意的。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些消息大家情愿封闭，然后不愿意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了吧，其实它本来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自己想象的或者加上谣言的一些就是你会把这个事情想得特别严重。你说现在公开公平透明的告诉大家了吧，大家就觉得这个事儿好严重啊，所以我觉得作为这个政府也挺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鼓励公开嘛，对不对？那只有公开了，我们才有机会跟大家呢去做一个这样的澄清。对，如果你要不公开，那反而更担忧。是，所以我们鼓励公开。公开了之后呢，反正大家不要嫌我们烦。我知道懂的人会觉得说，这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嘛，也不会。但是真的就是有很多人是需要我们苦口婆心，一遍一遍的去告诉大家，或者一遍一遍的去澄清谣言。不过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媒体该做的可能也就是这样，说给那些呢懂的人就不用了，但是说给那些真的可能会被误导的人听。对，我们也是在发挥自己能做的一切吧。然后每个人其实他都会在人生当中有自己比较信赖或者信任的人，这种时候我们也希望你多听听这些人的建议。所以不才有人艾特我嘛，说让我在节目当中说。对，这样好像不是从自己因为我觉得肯定会有人喜欢我们，也会有人讨厌我们嘛。对，你讨厌我们的人，那你就可以去找一些你比较信任的人啊。你说的对，是吧？从他那听到的信息是一样的，反正可能就是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啊。好了，那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其他方面的。既然说到了这个疫情，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去预防。对，昨天我们也了解到，可能包括新西兰这边有很多家长啊，就是因为我已经作为一个家长了嘛，所以我了解到家长的讯息比较多。对，家长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对于孩子这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担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就说呢，现在最小有8个月的小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疫情的感染，而且截至1月20号到1月27号，全国共有8名儿童被诊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啊。那其实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健康专家提醒说，对于孩子们的这种怎么说隔离吧，隔离也好，或者防护措施也好，对，首先呢，除了我们一直在说的戴口罩之外，洗手特别关键。就是你要教给孩子洗手的时候要用流动的水，并且每次必须要洗20分钟以上。20秒20分钟是。20秒啊，说错了，20秒以上。还有就是呢，有一点特别重要，有很多家长习惯性的去用嘴巴吹气，让这个食物变冷，然后给小朋友喂食。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所以健康专家也是提醒，千万不要用这样的方法。是。还有就是你给小朋友玩手机的时候，比如说嫌他吵、嫌他闹，一定要把这个手机用这种酒精消毒。对，这个渠道也是很多人会忽略，但是其实非常关键的。当然了，还有就是我们也说啊，说这个说出来给大家听，不要觉得说新西兰就这么严重了。当然我们新西兰这边，如果说你根本就没有去到中国，你也没有接触过类似的，那你该怎么生活好好生活，不用去害怕。但是一旦如果有这个风险，或者是说呢你有这方面的担忧，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预防。那么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呢，这个也是新西兰卫生局就是在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去那种人特别密集，然后又密闭型的空间，比如说像什么电影院、KTV， 我真的是觉得这也真的。还有什么儿童游乐场，我觉得尽量都可以，最近不要去。对，就尽量能够避免的就避免嘛。还有人就在问说，这个飞机上是不是一个大染缸？其实我看到呢，新闻当中也在讲说，飞机上有非常复杂的那种空调的系统，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对，这种民航方面也发布了说，在飞机当中呢，已经使用了最大的一个通气量，而且呢说这个飞机的客舱每2分钟到3分钟就会置换一次里面的这个空气。但是不是说大家坐飞机不戴口罩啊？对，那还戴口罩，该戴还是要戴。各方面大家都把这个措施做好了之后，疫情它一定会
逐渐传播的速度会越来越下降的。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啊，这个时候擦亮眼睛，我们也尽量做到中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呢，共同去努力，共同去关注，让这一段啊比较不寻常的时期可以平平淡淡的过去。说到这一段，我好感动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9点45分了，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D 皇后街、Epson、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c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了，时间很快来到了早上的9点48分了，这一节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我们，也可以来问一问；有什么想要说的，也可以利用这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啊，打电话上来跟我们来沟通。如果要是疑问的，比如说这个关于疫情的，我们知道的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也是最近呢获得了很多讯息，有的讯息也是在瞬息万变当中去发生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可能我这一秒说完了，又和事实不符了，那真的就是我们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尽量的是把最新的消息告诉大家一下啊。好了，时间因为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点49分了，关于疫情呢，我刚刚又看到了一个消息，说现在等待着从武汉回到新西兰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39人，就是全是新西兰人，有50多人，然后后来又上升到83人嘛，今天早上看到又说是139人，但是什么方式
现在真的还不知道。不过因为这件事情啊，我们先放一放，得到最新消息再来跟大家说。还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提醒大家的，这就是被疫情搞的啊，很多事情就把别的事情都忘了。对。现在啊，最近的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这种高温还有山火仍然是持续的。昨天在奥克兰的南部以及呢在南岛的多处都发生了林火。而且这个林火的面积，这个是澳大利亚啊，所以大家先不用恐慌。但是我就说啊，是在澳大利亚这个情况当然严重，但是新西兰无论是奥克兰还是说南岛，都是发生了火灾。现在呢，救火队员也是都在现场来进行扑救。奥克兰附近的这个现在已经是得到控制了，没有关系。但是南岛的部分地区现在仍然还是在救火当中的，还是在抢救当中的。所以说，如果要是去到的南岛的朋友，可能还是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些。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首先除了高温之外，还有就是特别干燥。你看这2天，你说奥克兰的确这2天好像都有点零零散散，但是下了几秒钟的雨，对吧？那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所以说呢，也是这个周末仍然还是持续的高温，尤其是在北岛中部和南岛中部。你看 Napier 今天的最高温度就会达到34度。当然我们说的这个都是平均温度，那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地方的温度肯定比这还要高。南岛中部也是基本上都是在30、34度，周末都会是高温。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也要 barbecue 啊，或者说去到那个户外去进行野餐啊什么的，一定要注意防火，因为这个其实还挺严峻的。对，除了我们说防火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也要跟大家通知一下啊，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山火现在虽然是部分得到控制，但是有很多地方还在烧。而且呢，根据气象专家他们的一个预估是说呢，下个星期北岛可能又要出现所谓的雪日，就是天会被影响吗？像上一次那样？他说不至于那么重，上次是在1月份的时候，那不整个的天都是红色的嘛。现在就是说滤镜。对，自家滤镜说现在呢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呢，据说是又有一团大型的烟雾是从澳大利亚在下周左右要来到新西兰这边。南岛、北岛可能在周2、周3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可能会看到的就是天上看起来比较苍白，还有在日落和日出的时候呢，天空当中会出现这种橙色，还有一些烟雾，甚至是可见的，甚至是比较敏感的，可能会闻到烟的这个味道。所以呢，这个相关的专家也说，就是提醒可能呼吸道相对来说比较脆弱或者有相关疾病的朋友，下周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要是真的看见了什么红日啊，或者说这种出现橙色，也不要打111。不要告诉警察叔叔。1天1、2天之后，这种情况会自然改观的。对，然后你给警察叔叔打电话，他也没办法，对吧？警察叔叔只能告诉你也是不要慌。所以这条消息也在这边告诉大家一下。那么再来稍微关注一下澳大利亚的火情。那么现在目前为止掌握到的消息是说，澳大利亚丛林的大火总共烧毁了有1000多万公顷的土地，1000多万公顷啊。然后呢，死亡的人数现在是造成31人，当然还有数千座的房屋就是彻底被毁掉了。虽然这个森林的大火大面积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新南威尔士州的消防地图显示，布里斯班和墨尔本之间仍有60多处大火在燃烧。那现在的这个整个的火灾呢，也是被列为了叫 advice， 就是通知的级别，已经从之前的那种像 emergency 那种稍微降了很多了，就等于说呢不会有直接危险，但是完全没有说彻底消失。所以这个烟可能还会继续吹到我们新西兰来，大家还是要多做留意的。还有就是一定要小心，现在在澳大利亚和不是在奥克兰和汉密尔顿已经是明火是禁令了，所以大家呢就一定要小心。罚款是一方面，再一个引起火灾是太不值得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在这个周末。还有就是一定要防暑，这个周末的气温也会比较高。这2天下午如果大家在室内没有空调的话，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很热。大概我看我们家的温度计，每天下午的时候大概有33度左右。对，是真的会比较热。所以说呢，如果要是真的心血管或者相关的一些有疾病的朋友，可能还要想办法去买一些
类似于说像这个降暑的方式，吃西瓜啊，喝绿豆汤啊，或者买个电风扇啊，对不对啊？相关的一些方法。好了，时间关系已经到9点55分了，今天早上呢也是接近了节目的尾声。我估计这个周末呢，大家在各个地方，无论是主流媒体的新闻，还是说国内的很多的讯息，会充斥着关于疫情相关的。所以大家呢，我是希望大家啊，就是稍微平静，然后呢，把自己的智商这个在线的那个位置把握好，再去看这些新闻。如果你实在觉得自己就是无法判断这个新闻的真假，对吧？你就别看新闻了，不要接受这样的负面的讯息，或者是你愿意可以发给我，然后我告诉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对吧？对，虽然我不可能说100%确定，但是起码一些比如说像疫区国这种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不是真的，对吧？然后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这2天刚刚从国内回来的朋友，请大家自觉的把自己隔离好。但是隔离的方式呢，刚才也跟大家再次强调了，不是说就一定要把自己锁在家里，你是可以在呢出门，比如说人少的时候在路上走一走，或者甚至去公园散散步，只要避免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过于亲密的接触就好了。再一个就是你不要非得去那种公共场所，你说你一定要去逛街，你一定要去餐厅吃饭，还要一定要去电影院，那我就是真的觉得你这是在跟我抬杠。我们刚才也在说，其实隔离期间我们可以做很多之前都没有机会去做的事儿啊，比如说追个剧啊，看看书啊，打个麻将啊，对吧？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在这个隔离期间让我们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顺便让我们培养到更多发现生活美好的一些对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家里面跟自己的宠物玩一玩啊，多多陪陪孩子呀。下周呢我估计就要开学了，那作为家长的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可能在面临着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不同的质疑的时候，那家长要心平气和的去面对它，也要更好的去开导你的孩子，对吧？各个方面。哎呀，这说的我觉得我自己很像家长，然后絮絮叨叨。其实很多时候你应该扮演的就是一个家长的角色呀，因为在我们的镜头或者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那头，有很多期望着你能像家长一样给絮絮叨叨的人是吧？对，好了啊，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点57分了。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呢，只能跟大家来说再见了。一个周末，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的度过。然后呢，我们到下个星期一再来跟大家更新，看看呢，经过了2天之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改变。还有抽到奖的，别忘了今天下午来拿你的礼物。